嗯，很舒服。我是不是又弄疼你了？对不起，我会去学一下的。你已经很会了，只是被你弄得有点痒。练了一天，快睡吧。不节气了吗？我都累成这样了，还想折腾我呀？只要我足够努力，一定能让谢欣许彻底放下对哥哥的怨恨。我不会失去哥哥，也不会失去谢欣许。我着急查个数据，马上就好。你在客厅先等我一会儿。你关门干什么？你和谢欣旭没解气，对吧？那天他明明失控了，你为什么选择打抑制剂，而不是直接安抚？在车上安抚不太合适吧？有没有撒谎？拿你的血跟我试一下就知道了。你不要过来！他欺负你了？嗯，你不要过来！你是不是故意炸我的？我果然没有做坏人的胆子。别再勾引我了！手。我本来是想利用发现你们没解气的事情，让农宇帮我个忙。但其实你可以用其他的信息跟我交换。原来你躲在这儿啊！
你的味道，看身影像是个帅哥。我忍不住了，姐妹们！没死他。井盖不错呀。这是那地下拳赛的破奖牌，好不好？这下我的宝宝有好玩的玩具了！明娟，
伤害你的人已经被控制住了，现在这里很安全。刚才攻击我的那个人，很像今天那个大体老师，他诈尸。你是不是为了救我受伤了呀？对不起啊，我已经给那个人打了强效镇定剂，没有和他正面接触，也通知安保科的人过去处理了。还有，又对我个小动作，别再有下次了。真是活爹！Geners 经常停电吗？这可不是普通的停电。怎么还是没有任何信号啊？应该也被切断了。李柱，李柱，是不是发生什么紧急事件了？20分钟前，他受到了不明男子的攻击，而且，这个男子很可能是捐献遗体的志愿者。怎么可能？他们明明已经……会不会是有人利用某种未知的手段操控了大体老师的身体？我去安保科找对策。所长在负1层的停尸间，你们快去通知他现在的情况。这里原先应该摆着100多具尸体。钉锁。钉锁，你也被大体老师袭击了吗？你被他们袭击了？
已经控制住一个了，李柱也去通知安保科了。那里面的尸体呢？最开始是有2具尸体突然不见了，我就过来查看情况。然后他们就离开了。幸亏我当时反应快，我这才躲过一劫。哎呦！这是 B 型感染者。你们不会拿这些感染者做什么秘密实验，结果玩脱了吧？他来吉内尔斯实习是签了严格的保密协议的。5年前 ，Affinity B 型的感染者首次出现了失控伤人的现象，因此组建了特殊管理局对他们进行管控，同时也展开了对他们体内病毒的研究。得出的结论是 ，B 型的 Affinity 能大大的开发感染者的体能潜力，让他们拥有惊人的破坏力。后来呢，政府就把这个群体命名为刃。Affinity 也让少部分的刃患有情感缺失症，所以就是感受不到，也理解不了爱和痛苦这些正常人的情感。可以这么理解。所以呢，他们出现反社会倾向的比例就比普通人要高很多。之前新闻不是说嘛，这种人会发疯的，还会反社会。你看看，现在连自己的父母都……政府后来看中他们的能力，利用他们去执行一些危险的任务，来保护普通人类的安全。哎呀，但是刃呐，在任务结束之后，他很容易失控伤人的。他们一很兴奋的时候，体内的病毒载量就会很容易爆发，然后就会失控，一通乱发泄呀，最后搞不好就精力耗尽就死掉了。失控也是可以解决的，一定条件下 ，A 型 Affinity 可以抑制 B 型 Affinity。简单来说呢，就是 A 型的感染者可以引导失控的刃变正常，不过必须满足2个人是不同性别这一条件。后来呢，这一群体也被命名为瘾，他们天然的吸引刃。那刃是怎么在人群中确认瘾的呢？瘾呢，由于病毒的影响，他们的血液啊、眼泪啊这些体液有很特殊的味道，刃的嗅觉很灵敏，它能闻得到。那瘾是怎么引导刃变正常的呢？通过体液的深度交互，一般称它为节气。比较常见又安全的一种节气方式呢，就是2个人结婚，然后通过夫妻生活呀，就是现在很多人通过跟瘾结婚，已经回归普通人的生活了。所以节气约等于正常人的结婚？不是，要比一般人的婚姻更加牢固。这是1对1的永久绑定关系。节气以后，病毒会产生排他性，从此以后这个刃只能被这个瘾安抚，这个瘾的体液也对其他人无效，他们会认定彼此。
但是瘾的数量比任要少很多，所以这些年 Genos 一直在进行抑制剂的研究，来解决这个失控的问题。所以研发出来了。刚刚顾老师救我就是用的抑制剂，对不对？抑制剂是通过降低病毒的活性，使人从亢奋的状态中迅速镇定下来，但效果是暂时的。耐药性会随着使用次数的增加而变强，最终失效。所以交易是改良抑制剂了。其实今天这些人就是试新药的志愿者，没有想到他们试完新药以后就死掉了。哎，这个新药的不良反应会不会就是造成呼吸暂停之类的，然后被误判为死亡啊？全保科那边安全。给你们讲个笑话，那些人看着脸，但是每次做药物测试的时候，都会叫得跟猪一样。想起来就好好笑。傻子也是，要这么开心啊，我也要听。来，想想就好笑。哎，肉糖给我一个，我还有一个更好笑的跟你讲。给。哎呀，生哥，听你说的，我今晚都想搞碗猪杂粥喝了。我给。嘘，不要发出猪叫。你在干嘛？对不起啊，我刚刚就是想看看里面有没有密码的线索，没想到一打开这些东西全掉出来了。原来这不是密码锁，是个传真机啊！特殊管理局是0409。应该是跳闸了。我去楼梯间的电房看一下，有情况你就大声喊我。嗯。顾老师被什么困住了吗？
有个人，快跑！上来，抓好了。他们应该追不上来了，顾老师，要不你把我放下来休息一会儿吧。你肩膀上。你都看到了，所以说，你真的很麻烦。那边有声音。介不介意我先去把那些狗皮膏药解决掉？我会把你放在一个安全的地方待一会儿。等我把那些东西解决了，再回来接你。冷静冷静，哥哥的消息不会有误的，谢新旭已经死掉了。那万一他也用了一些手段伪造了死亡，我又已经识破了他。一会儿他回来了，不行，必须逃出去。绳子还是不够长，不然跳下去。不行，太冒险了，万一跳下去受了伤，很容易引来那些人。只能试一试，去对面的平台。在生气啊？我得用抑制剂解决掉那些人。你在旁边的话，我会分心的。而且，我肩膀被你开柜子砸到，我都没生气啊。你真的很麻烦。所以他肩上是被砸到的淤痕啊。那句话也只是在抱怨带着我很麻烦吧。得赶紧回宿舍区了。你要去对面那个房间办什么事的话，着急啊。所以，你刚刚一直在下面，静静地看着我爬绳子吗？看你爬得那么认真努力，不忍心打扰你。
背后比较脏了。还是前面比较脏。嫌弃我要这么明显吗？这个天气穿了伪装，有点冷。不走吗？来了。哎呀，狂催我们在最近的电梯前待命，结果这破电梯还没修好，该不会让我们爬楼梯吧？哎，领导都是这样的，因为不用他们爬楼梯嘛。哎呀，对呀。我去尹总他们，你用钥匙先回宿舍去，我会想办法拖上去找你们。哎，我还有几支抑制剂，相信我。谁呀这么嚣张？站住！这是顾老师的抑制剂，那他岂不是？顾老师，你是任？刚好，我也装的没意思了。好久不见。谢心虚。